2024年伦敦马拉松作为巴黎奥运前最后一场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可以说是世界顶尖好手，尤其是肯亚、伊索比亚好手们最后争取入选机会的马拉松。比赛过程和结果也没让大家失望，高悬7年的纯女子马拉松世界纪录一口气被4人超越。而长跑皇帝贝爷肯尼萨·贝克雷去年瓦伦西亚马拉松改写世界长青纪录，宣告他健在，但用长青来讨论他实在太大逆不道。这次伦敦马拉松，他不仅再度超越自己的长青纪录，甚至冲击冠军的宝座，证明他宝刀未老。接下来我们来好好回顾完整的过程。比其他跑者早35分钟起跑的精英女子组，按照伦敦马拉松的惯例，永远是 PB 最顶尖的阵容。9位世界历代前20节的高手站上起跑线，包括去年柏林马拉松跑出2小时11分53秒恐怖世界纪录的 Tigris Assefa， 以2小时14分04秒打破 Paula Radcliffe 高悬16年世界纪录的 Brigid Kosgei， 东京奥运马拉松金牌 Peres Jepchirchir， 另外6位 PB 都在2小时17分台或更快，都曾拿下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冠军或前3。他们齐聚一堂，除了角逐伦敦马桂冠，今年他们达成共识，瞄准纯女子马拉松世界纪录肯亚传奇 Mary Keitany 在2017年伦敦马写下的2小时17分01秒。他们不只要破，设定的目标是一口气破很多的2小时15分以内，在前10公里缓下坡拉一波31分半以内的恐怖速度后，配速员以2小时14分整的速度前进，一时的预计为2小时13分台完赛。9位当世高手前半程都紧紧跟随，前后任世界纪录保持者 Assefa 和 Kosgei 有很长一段时间肩并肩跑着，大集团以1小时07分04秒通过半程中间点。25K 前配速员全部功成身退，领先集团持续瘦身，前世界纪录保持者 Brigid Kosgei 调出集团，30公里时只剩下4人在集团中。进入中盘，伦敦马拉松最艰难的围丘陵，4人逐渐减速，呈现拉锯状态，偶尔有加压或加速的动作，都被迅速化解。不过绝大多数都是世界纪录保持者 Assefa 在带头破风，维持每5公里16分多的速度，但大家都游刃有余，可以盯着彼此的速度。最后2公里，纽约马冠军 Jocelyn Jepkowski 出来拉速度，大家也很快的做反应。进入最后1公里，东京奥运金牌 Jepchirchir 杀出做最后冲刺，并拉开与其他人的差距，以2小时16分16秒7秒的差距获胜，顺利成为新任纯女子马拉松世界纪录保持者。世界纪录保持者 Assefa 第2， Jocelyn 第3， Majatu Almu 第4，全部都以2小时16分台超越前纯女子马拉松世界纪录。Jepchirchir 本来就已经在最新肯亚的5位奥运马拉松决赛名单，这个胜利和纯女子马拉松世界纪录可以说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入选保证。她也有机会挑战成为第1位奥运马拉松2连霸的女子选手。世界纪录保持者 Tigris Assefa 有别于之前在柏林有男配速员破风到终点，这次领跑了大半程，做了很多的功后，曾经为中短距离选手的她，最后阶段无力发挥400公尺54秒的速度，拿下第2，成为纯女子马拉松历代第2节，也算可圈可点了。精英男子组在精英女子组出发35分钟后，和4名跑者浩浩荡荡的起跑。本届伦敦马拉松可谓是伊索比亚奥运选拔赛，但不到1周前，萨塞里马在波马夺冠的表现，意味他们争夺的代表席次又缩减了1席。竞争者包括去年纽约马拉松冠军 Hamiret Tola， 还有将近42岁的前5000、10000世界纪录保持者长跑皇帝贝爷肯尼萨·贝克雷，马拉松最佳2小时01分41秒，曾仅次于乔神 Kipchoge 的前世界纪录2秒，现在还是世界史上第3节。他也在去年瓦伦西亚马拉松以2小时04分19秒写下马拉松长青世界纪录。这次伦敦马，贝爷力拼奥运代表，势必也要再改写长青纪录才有一点可能。跟精英女子组一样，在前10K 缓下坡，集团先拉一波速度，
12人集团以29分出通过10K， 接着以2小时03分以内的速度前进。这个速度其实集团中也只有2位曾经跑到过，一位还是很久都跑不到的贝野 Bekele。但要入选奥运，跑出不错的名次，甚至获胜可能都没用，真的要够快才行。所以大家都紧咬不放，而这个速度也真的是太快了。本届伦敦马东非军团的状况似乎也都不是很好。25K 配速员功成身退后，一个个调出集团。此时让人更出乎意料的画面出现了，年届42岁的贝野 Bekele 出来拉速度。很快的，就只剩下肯亚的 Alexander Manyo 能跟上他。28岁的 Manyo 在去年12月贝野写下长青世界纪录时，其实也是同场第2名。当时他跑出2小时03分11秒，比贝爷快了1分08秒。从年龄还有现阶段的体能来看，都具备了优势。不过此时大家焦点都在贝爷，看他是否能写下重返荣耀的奇迹。超越美国传奇 Mav Keflezighi 38岁时赢得波士顿，成为最年长赢得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的男子选手。而最年长的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冠军选手是肯亚女将 Edna Kiplagat， 在41岁11个月时赢得2021年波马。贝爷41岁10个月还年轻1个月，不过不敌岁月，年轻14岁的 Manyo 40K 前逐渐领先并拉开与贝爷的差距。其实也不是做了什么攻击之类的，他们2个都在减速。Manyo 减速比较小，就是2人差距也没有夸张的拉大，甚至一直保持在10几秒的范围。他们2个也都一直可以同框，但贝爷也使不出当年他有名的最后冲刺。2人就保持这样的差距，分别以2小时04分01秒和15秒进终点。贝爷也把自己的长青世界纪录往前推进了4秒，但从他进终点放慢脚步来看，他更在意的是差点到手的胜利。Manyo 日前也已经在肯亚的奥运决选名单内，伦敦马拉松这个胜利为入选增加了很大的机会。贝爷这次亮眼的表现，证明即使有岁月的痕迹，但这位拥有史上最高长跑天分的天才，仍然能带给跑迷们惊艳的表现。他和乔神2003年就在世界最高舞台对决，21年后的奥运是否能再度看到他们并肩的身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而在半程之后，东非军团瓦解，本来在23集团2位26岁竞争奥运代表权的英国选手 Emile Caris 和 Mohammed， 没错，姓跟名都是 Mohammed， 他们2位稳稳的以每公里3分整前进。35K 后意外成为第3名和第4名，最后分别以2小时06分46秒和2小时07分05秒完赛，仅次于法拉爵士 Mo Farah 的2小时05分11秒，算是本届伦敦马拉松的惊奇，不意外都将入选奥运代表。以上就是本集伦敦马拉松的分享，有任何想法、观察、讨论，欢迎留言分享。我们不停脚，下次见。